台湾人吃什么？哪些身价翻倍的料理？哪些美食地雷不要踩？火锅里加芋头，披萨上撒香菜，这种料理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常见的平民美食，居然是从100年前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舶来品。有些食物的地位啊，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成为美食排行榜上的常胜军。有些食物则因为饮食观念的改变，跌落神坛，成为令人害怕的万恶之源。台湾历史上到底有哪些身价翻转的料理呢？说到台湾的美食，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最喜欢吃的是台南的虱目鱼肚，还有炸土托鱼羹了。可是你知道啊，这些都不是台湾的原生料理哦。举例来说，刚刚所提到的土托鱼羹，其实料理方式非常的欧式。首先要将鱼块裹上一层粉，然后丢到油锅里面炸，然后捞起来之后呢，放到羹汤里面一起食用，吃起来咸咸甜甜的，到现在成了台南特色小吃之一。台湾是一座四通八达的东亚岛屿，数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辗转来到台湾，许多的料理至今依旧深受广大乡民的热爱。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许多号称美食的料理，或者现在非常受欢迎的食物，其实在以前的时代，并不那么受到喜爱，甚至不是给人吃的。例如，吴郭鱼其实是一种来自东非的外来品种，日本称之为地势鱼。刚引进台湾的时候呢，叫做南洋鲫。在1946年，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败北投降，许多被征调到南洋的台湾兵被集中到新加坡，等待遣返回台。在回台湾的前一个夜里，有2位年轻人偷偷地潜入了日本的养殖场，越过了养殖场里3层的铁丝网，脱下了内衣当做渔网，捞取了刚孵化的数百尾的鱼苗，放进了空的凤梨罐里面。2位窃取鱼苗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台湾吴郭鱼的传引人吴振辉先生跟郭启章先生。郭启章先生把这些鱼苗装入了水桶，放在营区的角落，以便隔天带回台湾。不料被同袍误以为是脏水，所以整桶倒到水沟里。好在同伴的协助之下，好不容易才从水沟里面捉回了20尾。从新加坡到基隆的10天航程中，郭启章以自己配给的生活用水为鱼苗换水，细心呵护之下，终于成功带回了13尾的鱼苗。而这13尾的鱼苗就是台湾吴郭鱼的祖先。1946年秋天，吴郭鱼已经繁衍了过百万的鱼苗，并且分别被放养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嘉南大圳、麻豆皮、嘉义的红毛皮、恒春、龙泉潭等地方。在1949年，高雄县县长毛正环先生为了感念郭启章在高雄大背湖放养成功，并以2个人的姓氏将南洋鲫改名为吴郭鱼。同年的台湾省政府农林厅也正式将这种鱼的命名改为吴郭鱼。因为吴郭鱼的适应力强大，在水质极差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再加上吴郭鱼早期的养殖是采取传统的养殖方式，造成了吴郭鱼生活在泥巴里，吃起来有浓浓的土味的印象。再加上肉质比较粗糙，所以吴郭鱼被认为是一种廉价而次等的鱼种，身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非常的低迷。到1969年，水产试验所所长郭和成功培育出新的吴郭鱼品种，吴郭鱼正式晋升为福寿鱼，并且大力推广到世界各地。经过多年的改良后，在2002年正式更名为台湾鲷，成为台湾高经济价值的一种养殖鱼类。说到咸鱼大翻身的食材，就一定要来聊聊地瓜叶的身世。地瓜的原乡其实来自于中南美洲，在大航海时期，跟着西班牙的船队一起来到亚洲。而且从明代的《东番记》里的记载来看，地瓜在17世纪时就已经来到了台湾。地瓜又称为番薯。早期的台湾农家会以番薯的本体作为主食，在过去的台湾社会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番薯是比白米更通俗的常民主食，甚至在日本时代的报纸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番薯签相关的报道。难道番薯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其实，因为番薯本身是一种相当容易存活的植物，不管在山上、海边、平地，即便是土壤贫瘠、杂草丛生的环境，只要将一小节的番薯埋进土里，
就算你都不去管它，不去照顾，番薯它照样可以生根发芽。番薯啊，可以说是生命力最坚韧的一种作物了。当然喽，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将番薯削成一丝一丝，然后呢晒成番薯签，加入米饭中一起食用，就可以维持一整天工作所需的能量。而且啊，为了加快处理食材的效率，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番薯签制造机。这是一种台湾人俗称为猪菜饺的机器。这种机器有2个入口，一个可以快速把番薯本身切成条状，另外一边呢，则可以将番薯叶切成一段一段的，收集在竹子编制的猪笼里面，拿去当做喂猪的饲料。但是谁也没想到，现在的人开始追求养生与健康饮食，烹饪的技术也日益精进。以前看似平凡的猪菜，身价整个大翻转。现在减肥必吃的地瓜叶，其实都是经过改良过的品种，口感变得比以前较好，而叶子的形状也有许多的变化，例如心形的、圆形的、三角叶或者裂叶等等。这种高营养、低热量的食材，在如今这个人人重视养生的时代里，也成为健康餐盒里面一定会出现的明星食物。不管是汆烫后淋一点香油，或者用红葱拌炒，加几片大蒜，也都很好吃。你也想要减肥吗？不如就先来一盘地瓜叶。除了身价翻倍的食材，也有一些是跌落神坛的料理，例如又香又油的古早味风肉。还记得小时候妈妈会说，这道菜里面有肥肉，不要浪费。可是现在呢，上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肥肉挑掉。其实，在早期的台湾社会当中，肉类料理并不是一般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菜色，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办桌宴客的时候，风肉这道菜才会上桌。虽然风肉现在也是流水席及宴客料理中的常胜军，但这道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美食，如今看来其实相当不健康、高油、高热量的料理。吃多了不仅会对身体造成负担，也会让体重直线上升。减肥期间更是绝对不能碰的地雷美食呢。话又说回来，以前人负担不起高价的肉类料理，那如果平常想要吃肉的话，要怎么办呢？虽然有盛行一时的香肉，但其实更常见的替代方案啊，是把肉块切得碎碎的，放在卤汁里面卤过，配上白饭，无论是肉燥饭、卤肉饭，或是猪油拌饭，简单美味，就是一餐了。饮食文化会随着科技与技术的日新月异而有所不同，当然也会随着大众的口味的改变而创新。近年来的养生饮食、健康餐盒与有机食物、原型食物等等这种新的观念的大翻转，谁也没有想到，以前曾经不被看好的料理，现在竟然变成餐桌上的明星美食。当然，还是有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黑暗料理啦，例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火锅加芋头。这个对我来说就先不必了。那你们呢？你们觉得火锅加芋头，你们是哪一派 ？A. 一定要加到爆 ；B. 不可能；C. 随便都可以啦。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记得订阅不良历史教科书，一起来认识更多台湾历史上你所没有听过的有趣故事。那我们就先去吃饭喽，拜拜。中午我要吃那个油油的那个东西。